是一个垫步的侧踹。对，这个女版李小龙啊，这是。中国散打一姐穿200斤铁鞋，苦练腿法，表示这就是女版李小龙。好，观众朋友们，我们注意看视频当中正在出场的选手，便是号称有着散打一姐之称的鄂美蝶。在我们中国的女子散打界，鄂美蝶可以说是天花板的存在，而且她获得过的成就，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多到数不过来。您听好了，2008年、2009年中国全国散打锦标赛女子冠军，2008年世界杯武术散打锦标赛冠军，2012年广州亚运会散打比赛女子冠軍鄂美蝶。好，我们再注意看接下來出場的選手，便是來自於羅馬尼亞的拳壇悍將科利納。觀眾朋友們，我們都知道這個老外都非常的奔放非常的開放，而這個科利納他也玩了把大的他表示本場比賽如果打輸了，當場脫一個光溜溜當場裸奔，就問我們中國選手答不答應，但是他沒有想到鄂美蝶答應得非常痛快但其實並不是我們這麼的奔放，而是我們有十足的信心能夠拿下它。好，各位觀眾朋友們，這裡雙方的比賽已經開始。我們注意看，紅方是鄂美蝶，而藍方則是科利納。好，兩人剛一上來便打起了肉搏戰。哇，很難想象這是女子，很難想象這是女子擂台的比賽兩個人都玩真的。後手打晃了。高邊腿，哇，上步側踹，這是屬於我們中國散打裡的招式，老外只能是看得見，但他防不住鄂美蝶是中國的散打冠軍，所以他的側踹腿是他的主要的攻擊武器，連續側踹。沒有做功課，他不知道中國這位鄂美蝶是這個側踹的高手。前腿膝都可以使，不允許主動的摔，但是接腿摔可以。好像是滑倒。這個側踹腿是中國散打運動的特點。散打一姐果然是名不虛傳觀眾朋友們鄂美蝶的側踹腿真是又快又準，根本防不住好，我們看這個科利納呢被打的是栽栽愣愣，但別說他的這個韌勁還真挺強。我其實倒是不擔心他被打倒，我倒是擔心他這個衣服會不會被鄂美蝶呢這個打掉或者打飛因為你注意看他穿的是一個非常涼快的一個上衣，估計是為了一會兒打出比賽之後這個穿脫方便一點，太危險了。你看這個肩帶都是非常細的那一種。就在擺拳有時候會打到後面，可以去看一看。那種沒有完全殺死的策略，就是比較用掌去打到，就用這個對全力沒有發揮，對，像是因為這個頭部沒有壓好，讓這個南方選手，他距離才是鄂美蝶的側目。好，這邊比賽第一回合結束，我們擔心的事情並沒有發生，但是我覺得照這麼打下去，這麼激烈的戰況遲早的事兒。看科利納的教練也相當漂亮了。這個羅馬尼亞的這個女性別說這臉蛋的確都不賴。在第一回合，我們見識到了散打一姐鄂美蝶的實力這個稱號不是虛的，也不是白叫的好，接下來準備看一下兩個人第二回合的表現，觀眾朋友們千萬不要錯過。好，第二局比賽已經開始。鄂美蝶上線跑以後重新練，而且鄂美蝶的組合都配合她的一個出身，上頭了非常上頭，這個變化非常好。鄂美蝶在於這個側閃腰旋轉，可以讓選手明白。和我們的鄂美蝶比起來的話，這個科利納她的進攻方式和手段是相當的單一了。包括我們看她的出拳質量這個看起來就沒什麼勁兒鄂美蝶這邊呢，我們看
這个出拳是光是看着屏幕啊都能感觉到是充满了爆发力的啊。在观察科丽娜，感觉好像喝多了在上台。喵喵拳法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什么可比性啊。因为鄂美杰有这个侧踹，所以这个科丽娜。这个可以应该连续刚才打到一拳以后就接着打下一拳。虽然说科丽娜现在整个局面啊在分数上處於下風，但是她卻越戰越勇啊，越挫越狠。甚至是不斷的在滿場追着鄂美蝶來打，這是我們沒有想到的啊。好，還在不斷的緩步前壓，第一回合最後的40秒鐘。但是他的這個防守意識還是不錯的啊，打到角落正蹬，連續的3記後肘大擺拳，左右開弓。雖然是拳擊冠軍了，但是在這個鄂美蝶的面前呢，似乎有點沒有招架之力。他的拳頭，他的手臂也是因推動，沒有把身體抬弓起就可以。好，這邊第二回合比賽結束啊，鄂美蝶的表現依舊是無可挑剔，但是確實沒有第一回合那麼兇了。這很明顯啊，是鄂美蝶在刻意的保存自己的體能啊，因為我們也可以看到啊，這克麗娜皮糙肉厚打不動啊，所以說鄂美蝶是有意控制自己的一個進攻節奏啊，把那比賽的體能啊分配到最後一個回合。所以說觀眾朋友們，接下來最後一個回合絕對是今天最猛的一個回合。好，第3局比賽開始了，紅方是中國的鄂美蝶，藍方是羅馬尼亞的。在鄂美蝶靠側踹，還有他論身體力量的一個前的舉恩已經重重的回應了。好，每一下都伴隨着他的叫聲跟這個歡呼聲。果不其然，鄂美蝶在最後一個回合真的火力全開了，但是有一點啊，我們拼拳好像還真是佔不到什麼太大的便宜。因為對方的拳法也不弱。這個人家說做功課，因為他知道也看過了，有研究過了，也鄂美蝶找了一個視頻。對。但是這位選手呢，看起來沒有做過功課，沒有去找鄂美蝶的視頻，所以他就不知道怎麼打了。鄂美蝶真是把我們中國的散打裡的側踹啊玩出花來了啊，進可攻退可守。現在我們看鄂美蝶就是一個以防守為主的一個側踹的方式，踢對方的腿啊，是哎呦，你看上一秒踢腿，下一秒踢頭，你根本不知道防哪兒啊。有的時候還會踢肚子啊，上中下攻對方3路。可以吸攻，吸下來了。當然話講回來呢，中國的這個散打運動員在吸的訓練比較少，對，無論用還有吸的很少，分不分的。所以有時候對泰拳好的時候，在吸上是可以點球成功。那還好，就是自由搏擊規則沒有走。對。好，這個拳啊，這個身體非常的重。好，比賽馬上結束，最後的30秒鐘了。我感覺鄂美蝶的體能下滑呢，還是較為明顯的。但這個科麗娜怎麼越打越興奮呢？感覺她和比賽一開始的狀態沒什麼區別，在這蹦蹦跳跳的。其實是這個原因啊，是科麗娜在打這場比賽之前的所有比賽都是6到8個回合的比賽啊，拳擊比賽。所以說，這種3回合的比賽，他是可以很輕鬆的打完。好，比賽結束了，應該說贏得了比賽。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比赛终于结束，但是比赛的結果沒有產生 KO 啊，有點可惜。但是最終的結果打分應該是沒有懸念。結果後方上 ，and the winner is our fighter 峨眉蝶。不服來幹我，單手打爆你們！那就是好，我們注意看視頻中的帥氣小伙，便是來自於我們中國。我說我是少林寺出來的，但他們都不相信。飛膝爆頭，讓對手瞬間頭皮炸裂，棄賽投降。這一場又一場的 KO 都來自於嵩山少林寺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總教頭謝維。一臉稚嫩的謝維代表少林功夫殺入到危險重重的國際拳壇，擊敗了一個又一個國際高手，就連武僧一龍都一臉吃驚。5歲起便在少林寺習武的謝維，憑借極強的練功天賦，練就了一身的武藝，無論是拳法還是腿法，都碾壓一眾的國際高手。自下山以來，8戰全勝，未嘗一敗。身高1.67米，臂展1.65米，年齡24歲。好，我們再注意看眼前這個頭重腳輕、腦袋看起來非常大的家伙，便是來自於韓國的拳壇不倒翁金大煥。身高1.65米，臂展1.63米。縱觀他的職業生涯，輸過贏過，但從來沒有被 KO 過，因此被稱為了拳壇不倒翁。雖然說遭到了賽事方的譴責，而這個金大煥卻表示我就這樣了，愛咋咋地，這是鐵疙瘩吧。好，來看下雙方的最後一個回合較量，觀眾朋友們千萬不要錯過。注意看，低調退役的死神方便竟然突然重返擂台，因為這一次他實在是忍無可忍。一個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號稱蔡李佛仙傳承人的小子，竟然點名要挑戰死神方便。而為了使方便接下挑戰，甚至用起了激將法，在媒體面前稱方便就是沒實力的紙老虎，只要方便敢接下他的挑戰，他絕對敢讓方便吃不了兜着走。大眾的輿論和對手的挑釁，讓原本已經打算要退隱江湖的死神方便毅然決然地重返搏擊擂台。說起方便，大家絕對會想到這位曾經的拳壇一代霸主為中國搏擊做出的巨大貢獻。無論是客場秒殺韓國戰神基志基，還是終結馬庫斯在中國的不敗連勝，回想起來都會讓人血脈噴張。但是萬萬沒想到，就是這麼一位曾經的拳壇王者，如今竟然落得讓一個22歲的年輕小輩羞辱，這換作是誰都難以容忍。好，觀眾們大家好，您現在收看的是安徽衛視正黃魚騰的比賽，我是解說吳申，跟我其他的還有丁淼老師，丁淼老師你好。觀眾朋友們大家好，吳老師你好。那麼這是我們今天最受關注的一場比賽啊，由藍方選手於建宏對陣紅方選手方便。方便就不用多說了，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熱愛搏擊的愛好者沒有一個沒聽過這個名字的啊。在主持人也是介紹了，在中國大陸的第一場比賽，年齡也是相當於是到了退役的年齡，但是還是在擂台上堅持。那反觀這個於建宏呢，是目前22歲，戰績29戰22勝，然後5負1平6次 KO。雖然說我們的死神方面已經是退隱江湖這麼多年了，但是我們看他的身材和身形是完全沒有走形，這說明了方面在日常的生活當中訓練一直沒有停止過，相當的自律，也隨時做好了重新復出拳壇的準備。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武者啊！相比之下，我們看這個武僧一蟲現在是肥大變胖，吃的是肥頭大耳啊！他自己跑步，自己在健身房去打空擊。方便的打法呢，就是這種快進快出很典型的，而且他的這個出腿很重，而且其實身體硬度很高。看一下他的對手於建宏他的戰績也是不錯的，29戰22勝負1平6次 KO。是，剛才這個擊斧好像把對方的腹部打紅了，這個後手重拳很重啊。這邊我們忘記介紹這個於建宏了他今年22歲，生涯戰績呢也是相當不俗。最重要的是他是中國傳統武術蔡李佛拳的傳承人。作為一個傳統武術的傳承人，我沒有想到作為一個武者，他對前輩竟然如此的不尊敬。我覺得他今天敢說方便是紙老虎，明天他就敢說我們中國散打是雜技。觀眾朋友們，你敢不敢信？距離拉得很遠，並沒有挨得很結實。他的身體硬度也是非常好的。是，最後的10秒了，看還有沒有其他的動作。這個下劈腿，這也是一個散打的動作。這下劈。好，觀眾朋友們，這邊第一回合比賽結束，方面由於很久沒有打比賽了嘛，所以說第一回合相對來講還是比較的謹慎。先熱一下身，熟悉一下節奏。第二回合我們再給他好看。這邊雙方第二回合的比賽已經開始了。
哦，開場就是一個側踹。哦呦，對方還在方便的面前秀起了腿法，觀眾朋友們，這完全就是小巫見大巫啊，班門弄斧。因為他的腿本來就很重，而且速度很快嘛。你看這個低邊腿，他的低邊腿跟低掃腿還是不太一樣的。低邊腿的話，他注的是這個速度，高掃。這個後直是對方反應過來了。我感覺方便很久沒有打比賽，開心的表情啊！就回到這個熟悉的擂台之上，肯定是非常興奮的。興奮歸興奮，但是目前看起來死神方面呢，可能啊連50%的功力啊都沒有發揮出來。我現在呢非常清晰的感覺到方面啊在收着勁兒在打，因為方面和這個於建宏的師傅啊也是老相識了，所以說今天呢也不好意思啊下手太狠，稍稍微微的啊簡簡單單的教育一下就可以了。畢竟呢大家都是江湖中人啊，沒必要下死手啊。方面的話就老将風采，就完全絲毫不慌，任何的狀況，任何的場上的情況，他都不會說去表現的有一絲絲慌的神態，反而對方就是身體繃得很緊啊，就生怕方面有一個重擊打到。感覺方面還沒有放大招呢。哦，後直，這個後直是毫無徵兆性的。後手拳。對方作為一個蔡李佛拳的傳承人啊，我是真的沒有想到他的拳法還沒有方便好，因為死神方面最拿手的就是腿法，並不是拳法，所以呢，我現在有非常充足的理由來質疑這個蔡李佛拳的實戰能力。觀眾朋友們，當然我是很支持我們中國傳統武術的，但是目前看起來他在方面的面前啊，他所謂的什麼蔡李佛拳，我並沒有看到太豐富的一個進攻手段，非常單一。有沒有懂的觀眾朋友們在評論區給我科普一下這個蔡李佛拳到底是怎麼回事啊？好，這邊第2回合比賽結束。今天的比賽讓我想起了一句老話啊，呂布死了，人人都稱自己啊天下無敵啊，天下第一。也就是說，方面在退役之後啊，人人都說我能夠擊敗方面。好，雙方第3回合，也就是最後一個回合的比賽馬上開始了，觀眾朋友們千萬別錯過。哇，這個躲低掃啊，看到沒？就稍稍的一點點位移，你就踢不到了。而且他的腿有很虛的動作，腿部在顫動，不知道是他到底是要踢，還是真的要踢，還是假的？這虛虛實實，真真假假，起到一個迷惑了對方的作用。哎呀，可以。對方開始大擺掄了，大高掃腿也是沒有掃到。建宏也是蠻拼的呀。其實對於方面今天的復出大戰啊，我最擔心的就是方便體能上的問題，但目前看起來似乎是我多慮了，觀眾朋友們啊，應該是沒什麼問題，而且方面的經驗足夠老練，打的這個於建宏是完全沒脾氣，對方只要稍微一出手，方面立馬摟住。好，打完之後再摟，這個已經是在經驗這一塊啊，已經是完全的碾壓對方了。哦，這前手擺拳打到了，有一點晃。哎呦，這個正蹬兩個正蹬也是有效的呀。再來一個前手擺拳，後手拳沒有打到，馬上收力啊。哎呀，這個方面也是露出比較嚴肅的表情露出來了。後手重拳，但是對方就用位移給躲開了。正蹬腿。正蹬了。擺拳，再來箍頸膝撞。感覺方便老師的這個頂膝稍微少一點。後手拳又來了，對，這個後手拳真的很不錯。哎呀，繼續。擺拳打到。其實今天啊，對於蔡李佛拳的小子於建宏來講，打方便這是一件雙贏的事兒。無論他是輸是贏啊，他都賺。打贏了，他可以一戰成名，踩着方便上位；打輸了也無所謂啊，畢竟22歲嘛，打一個老將，輸了也不丟臉。這個小子很聰明，他知道打方便有熱度啊，可以讓自己的名氣啊大大的提升。所以才不擇手段的來羞辱方面，但是我覺得這並不是一個有武德的人該做出來的事情。才22歲啊，就走這些個這個偏門偏道，我相信他未來也成不了什麼大氣候。這第3回合還沒有出一次側踹啊，高掃，感覺轉身後蹬有效果，這個距離把控得很好。哇，這直接打了之後摔倒在地了，把你的重心給破壞了，你沒有任何的辦法。好，回合馬上就要結束啊，越來越有感覺了，但是要提腿側踹，但是又收了回來。
絕對不輸無意義的動作。對啊，最後也是好，觀眾朋友們，雙方這場比賽終於結束，歷時3個回合，為我們奉獻出了一場非常精彩的比賽。雖然說沒有產生 KO 吧，但是方便能重新回到擂台打比賽啊，我們已經很滿足了啊！讓我們恭喜方便再一次重振雄風，拿下勝利啊！只能說真的是寶刀未老啊！好，同時也非常感謝屏幕前您的收看與支持。好了，觀眾朋友們，咱們下期視頻不見